您好，女士。女士您好，我们大厦规定宠物是禁止入内的。你新来的？是的。难怪。女士，我们大厦宠物禁止入内。这是我孩子，不是什么宠物。那也不行，这是规定。况且您还没有登记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谁呀？你拦我？哎，女士，哎呀！你敢踢我家毛毛，我弄死你！放手！过来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你？您不是吴总吗？对，我就是你们吴总的小姨子。就他这个小钱财，居然敢拦我，还打我家毛毛！赶紧的，道歉，否则我让我姐夫开了你。明明是你不对，凭什么要我道歉呀？吓着他了，就得道歉。薇姐，要不然算了吧。听到了没有啊？你太欺负人了！小钱财，你混的还没我家狗好呢，居然不道歉，你信不信我开了你？怎么了，薇姐？薇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来找我姐夫，就他居然拦着我，还打伤我家毛毛。哎，我家毛毛是我家儿子，他居然还不道歉。君姐，大厦有明文规定，宠物不能入内，而且我没有踢他的狗。你不道歉是吧？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都走人啊？海爷，要不你就给薇姐道个歉。不光是给我道歉，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，还给狗道歉呢。让人给狗道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谁呀你？我是你们的客户，你谁啊？赵总您好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他是你生的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就跑到公司来耍威风。大厦有明文规定，宠物不能入内，你怎么那么特殊啊？他是我儿子，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还你儿子，好好的人不做，放着去跟狗认亲戚。你叫你儿子，你看他搭理你吗？你，我说这是谁呢？吴总，你小姨子又跑公司来闹事儿来了。姐夫，闭嘴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吴总，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都让我印象深刻。上一次是好印象，而这次真是让我领教。赵总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你小姨子仗势欺人，说是误会，牵强了吧？爱军，以后这个人就加入黑名单，我们不欢迎他。丢人！赶紧走！等等，道歉。啥？给陆小姐道歉。道歉！姐夫，说你呢，听不懂人话，道歉。对不起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咱楼上请，这边。对不起啊，姐刚才也是没办法。
老师，陆老师，啊，我弹的怎么样？子熙，我刚刚没有听清楚，要不然再弹一遍呗。老师，你玩我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错，再弹一遍啊。鬼子他们今天炖的还算顺利。行了，先这么着。爸爸。子熙，下课啦。赵总，那我们下次的时间，下次再说吧，咱们微信联系啊。跟老师说再见，子熙。拜拜拜。啊，赵总，我想谢谢您上次帮我解围。嗨，举手之劳啊。我想请你，还有子熙一起吃个饭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谢谢你。今天我有约了，要不咱们下次。还有，别这么客气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快不快呀，子熙今天？喂，赵总。喂，陆老师，我刚把子怡送回家，我今天的饭局临时取消了。吃饭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一块去吃吧。哦，好呀，那你定地方，我来买单。我把位置发给你。啊，思宁啊，哎呦，来就来吧，你又带东西来。哎，李佳怡，李佳怡，谁让你往墙上画画的？爷爷来了，叫爷也没用，你看你把爷爷哪家墙画的？不是那我让他画的，来接着画。爷爷让我画的。爸妈，你不能太惯着他了。那怕什么呢？过2年吧，我这个房子重新装修。甭听你妈的，来，爷爷教你画。哇，没关系，有爷爷在呢。李佳怡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把爷爷哪家墙擦干净。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，你真是的。没事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喜欢让孩子画，才让孩子画呗。你好，小姐，您几位？哦，赵先生订的位。好，这边请。赵总，您点菜吧。你点吧，点你喜欢吃的。今天是我请您吃饭，您来点吧。服务员，来了。赵总，跟以前一样，老规矩。好的。您经常来啊？这就算是我的食堂吧。哦。真好。哎，徐哥，之前那个海南证券的周总联系方式你有吗？周总，好像是吧？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。你什么事儿啊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不是2轮融资吗？我找金主啊。哦，对，那你等等啊，我找找。我找找啊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这找不着啊。喂，徐哥。喂，许哥，你这样就没劲了啊！咱俩是合伙人，你藏的心思有意思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当初加微信的时候忘了备注了。微信里有那么多人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。你稍微等会儿吧，我找他给你推过去啊。行，你尽快吧。莫名其妙，简直是。
来，尝尝这菜。我吃的比较清淡啊。我平时吃的也淡。哎，要不要喝点酒？不了吧，我不太会喝酒。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喝酒，那喝点果汁还是饮料？白水吧。OK， 服务员，2名1元。好的。请慢用。赵总，我今天是想正式感谢你，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举手之劳。但是我还是想感谢你，那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的同事、我的领导，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，只有您。虽然我们也没有说过几句话，但是您依然愿意挺身而出，帮我说话，给我解围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其实啊，他们的反应也能理解。你想，那个女人是你们公司老总的亲戚，你的主管在得罪你和得罪老总的亲戚之间2选1，无可厚非啊，他肯定会选择牺牲你。至于你的同事嘛，他们怕引火烧身，隔岸观望，这也是一种突发事件的下意识自我保护。而只有我和对方没有任何的利益挂钩，又是你们公司的客户，不敢得罪的客户。帮助你是基于你是仔细的辅导老师，而且我非常讨厌无理取闹的泼妇。不帮你没有任何损失，可是帮了你，会换来你对我的感激。这不，你就请我吃饭了。换言之，如果这是一笔小的投资的话，我也有收益了。赵总，您做什么事儿都想着投资回报吗？这是我的职业，我就是干这个。跟你开个玩笑。就说嘛。哎呀，今天好不容易没应酬，可以轻松的吃顿饭，所以话多了点。哦，没有，特别好。只要陆老师不觉得无聊就行。不会无聊，不会。来，尝尝这个鱼这儿的鱼啊，是我最喜欢吃的。来，谢谢。多吃点啊。好吃。陆可英，别瞎想了，这顿饭是你自己张罗的，就算后半个月吃土，你也得咬牙把单买了。徐哥，周总联系方式有吗？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。俊龙，我这找了半天没找着。哎，我的手机年前修过一次，中病毒了，是不是修的时候被清理掉了？进来。李总，有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徐总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要这个月工资。你要这个月工资啊？他说要这个月工资合情合理。我天哪！李总，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我就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之人。我没给他，我说得需要你的同意我才能给他发。你跟他说不给他是因为我，他肯定感觉我故意刁难他。那咋办啊？算了，你给他吧，他最近也困难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吃的怎么样了？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哦，不用了，吃好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赵总已经买过单了。你什么时候买单的？我们这里是会员制，赵总在这里有储值卡。哦。
今天明明是说好了我请你的。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要让你买单啊。今天我是为了感谢你啊。你这不是已经陪我吃了一顿饭了吗？就当是感谢了。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吃，多孤单啊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单都已经买过了。不行，你把账单发我吧，我给你转账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。没有，可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个楼下的停车费很贵，你帮我报销。这停车费能有多贵啊？那这样，下次一定要让我买单。好，下次一定让你买。那咱们走吧。我车停那边了啊。啊，那个周总，您看一下手机。你干嘛给我转红包啊？给您报销停车费啊。行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打好车了。啊？就在那边。好，那卢老师再见。啊，赵总再见。别开玩笑了。你说安保费能花多少钱，对吧？你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。行，想合作再打电话吧。必须得是1个月。好。出去啊？我今天加班。哎，对了，你出去少喝点酒啊。早点休息。唉，夫妻关系又恢复成以前了。看来我们之间是很难擦出火花了。我还啊，吃了吗？吃了。啊，吃过。哦，和同事。哦。你怎么在家吃泡面呀？哎呀，外卖我都叫烦了，我这吃个泡面换换口味。你给我发个微信，我给你打包回来呀。对了，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我要有工作了。真的？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编剧策划会吗？你不是说那个不靠谱吗？是，一开始我也那么觉得，但是你不是告诉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吗？我就闲着没事的时候随便给他们写了2笔。今天上午，他们制片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写的故事脉络很好，要我去开会。真的呀？我觉得8九不离10。我老公是不是以后就是编剧了？以后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名字。那是必须的呀！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还不是因为我媳妇儿鞭策的好。优秀。优秀。让我们飞向天空。汪汪队要出动了。红兰，你不要看了，休息休息眼睛。我不要。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？你说只看2集，你看几集了？就再看1集了。不行，那眼睛不要了吗？你压压腿，啊。那一边压腿一边看。不要跟妈妈讲条件，去拿垫子，现在压腿。可以啊，李佳怡啊，我关电视，你开电视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好，我罚你抄26个英文字母，抄5遍。我不要。 8遍。我讨厌你。
10遍，不抄完不许吃饭，哭也没有用啊！朵拉，怎么了？爸爸，哟，怎么了？妈妈把我找字母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想压腿，想看电视。哦，好了，压腿疼，那以后不压腿了啊。妈妈说不喜欢不给我吃饭。那怎么能行？我看你写几遍了？因为我不要和妈妈叫我写10遍。来，朵拉，你去看电视，把作业给爸爸。哎，谢谢爸爸。OK， 亲一下，亲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哎呀。好啦，谁让你看电视的？爸爸让我看的。对，我让他看的。你英文单词抄完了？抄完了，我检查过了。 10遍，就是10遍，1遍没落啊。只能看2集哦。只能看2集。哎，要说李莎，这最无辜躺枪的还是你。本来吧，这宋思宁要是当上副总，人力资源部老大的位置肯定是你来当。现在好了，因为陈颂英连累了宋思宁，捎带着你这也就没信儿了。说实话，恨不恨？宋思宁这人平日里待人和善，倒也不招人讨厌。就是这个陈颂英，他老拿自己当公司业务部的大拿，整个公司都靠他一个人撑着，连吴总和董事会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，咱们这些小中层他都不拿正眼看的。这回可老实了吧？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看他以后还狂不狂？我还就是狂了。陈总好，这些人还挺逗的哈。我给公司造成多大麻烦了啊？我自己摆平啊。至于我以后还狂不狂，不服你们一个一个可以来试试啊！啊，陈总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的，平时在公司不见你们有多大建树，这背着人说人闲话可本事了，对吧？想看我笑话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想得美！你们可能不了解姐的性格，姐就2字儿：高调。越是逆境，我越高调。不信走着看啊！还有。你们以后一个一个有啥事儿，当着我的面说，我算你们本事。李莎，你怎么跟着起哄啊？姐，陈总，实在对不起。还杵这儿干嘛？等着我请你们喝咖啡吗？我说你那个助理，你还留着他干嘛？他对你以后绝对没有什么好处。李莎他也没说什么呀。再说你别生气了，你跟一帮小孩生什么气啊？我不气，我有什么可气的？我骂人，我气啥？各位啊，今天这个会议呢是个临时会议，主要说一说陈总被偷拍事件。这次呢，幸亏发现及时，处理得当，否则啊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但现在看来呢，事件没有大规模的发酵。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。露露，你们公关部可是功不可没啊！应该的。通过这件事呢，也能看出我们公司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。所以啊，我会上报董事会，给大家绩效加分。陈总，您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我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，首先我也要感谢公司的公关部，危机公关及时处理的还是不错的。虽然公司的这个事儿呢算是过去了，可是我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始终是过不去的。
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公司内部的人打击报复、排除异己的话，如果有人故意搞出什么动作，我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就算是不惜去报警，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。陈总，您呀也别气坏了身体，啊，如果这是内部人干的，我头一个不会放过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次啊，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共度难关。这样啊，今天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和公关部一起聚餐。王林，订个好饭店。好啊，那行，今天会就到这儿，散会。大家一定要来啊！谢谢吴总，谢谢吴总。陈总，一定要来啊！你会去捧武之国的臭脚吗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。如果不去的话呢，会显得你很小气。我怕我去了忍不住又怼他。不过吴总的这次危机公关处理的还算是不错。不错，我都怀疑这事儿是他幕后策划的。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没有了，我要有的话，早就跟他撕破脸。我觉得也不至于。我跟你讲，利益面前一切皆有可能，没什么不至于的啊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关总就是成熟稳重的好男人。这点我还是承认的。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过这次磨难，关系缓和了不少？磨难？你还真会用词儿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对于姐来说就是毛毛雨。那关总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安慰你？你有没有借机小鸟依人一下？你还挺八卦的啊。让我想想，就算是这样，那我也绝对不会是那只小鸟，我一定是那个靠山。你要不要每一次都那么强势啊？我就是那么强势啊！我最讨厌那些在男人面前撒娇的女人了，腻腻歪歪的，真的看着都让人膈应。哎呀，那你就不顾关总的感受了吗？怎么说呢？不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私，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虐。所以呢，姐绝对不是那种喜欢自虐的人，明白吗？好，你就是三国里的夏侯惇。什么意思啊？刚烈。刚烈。哎，我喜欢这个人。走了啊。叫你们老板许世军出来！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。徐总他不在。老许，赶紧滚出来！这位大哥，别激动，徐总他真的不在，我们也在找他。没你事。怎么了？把你们兄弟叫出来！什么？不是，你松开。哥，里面全是债主，咱先别进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么算了，听见没有？事儿总得解决。听见没有？哎，听我说，现在这种情况，继续有什么用啊？电话有用吗？算了，这也没用，走吧。别让我堵着他，把钱吐出来。这个徐总太不是东西了啊！连我们都敢坑，现在好了，人家过来要债，拿什么还人家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人都已经走了，大家继续工作。哎，李总，徐总欠我们的钱还能还上吗？李总，徐总要是有钱了，先尽量还大家伙的钱吧。是啊，你们这样是真不行。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正在跟赫斯控股谈第二轮融资的事儿。如果人家来调研，你们现在这个状态，那是肯定不行的。你们现在想着要还钱，只能认真工作，让公司盈利了，老许盈利了，才能还上你们的钱。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是齐心协力的，不是一盘散沙。大家加油干吧！啊！算什么事儿？哥，你可别上火啊！本来大家情绪都挺好的了，就是今天债主上门闹的。哎呀，没事。哎，叶酸。哦，我说最近怎么有风声说你要二保呢？没事。
我这儿有点乏了。那中午休息一下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？中餐、西餐、健身餐，健康。行，你安排吧。哎。朵拉，真是乖巧可爱。李俊龙，现在的难绝不能把你干倒，你要挺过去。为了孩子，为了老婆，做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的男人。加油！哎呦，好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到家了，走。走啊！怎么了？妈妈在家吗？妈妈当然在家了。哦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妈妈在家。什么？我只想你在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妈妈老叫我学这学那，压腿背英文，弹钢琴，画画，我不喜欢。可是，妈妈让你学这些，为了你以后好呀。那以后再学嘛。好，以后再学啊。那行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先上楼。我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。那可是马上要吃饭。求求你了。啊，好，爸爸陪你待一会儿啊，就待一会儿。怎么会这样？朵拉什么时候对思宁已经反感到这个地步了？我是觉得吧，你是不是给朵拉压力太大了呀？这是他亲口跟你说的，还是你帮他总结的？我这句话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。那是因为他还小，他根本就不懂我的一片苦心。我知道你这种强势教育也是爱的体现方式，可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嘛，我真不希望你们关系闹僵了。你让他学什么，他有逆反心理，你要不什么时候多迎合他呗？你还让我怎么迎合他呀？上周我罚他写英文字母，说好了写10遍，结果你一回来就给他打马虎眼，也就写了5遍吧。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你说你为什么在一个5岁孩子的身上要强加这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吗？你不要以为你的这种教育理念就是爱孩子，其实陪他读英语，陪他练琴，给他压腿，这也是一种爱的方式，这是我爱的方式。可是他现在对你这种爱的方式很抵触啊。他习惯了就不抵触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对我也是严格要求，那个时候我也哭，我也不理解，我也委屈，我也抱怨。但现在长大了，我真的很感激他老人家。那你觉得你们母女关系好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跟我妈关系不好的？思宁，我就希望你不要忽视小孩的想法，他们现在不是过去的我们。再有想法，他也是孩子。反正我话就说到这儿，其他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呗。我去打会儿游戏吧。有请宋唯一老师上台领奖。感谢大家
来参加我和可盈的婚礼。请男女双方互换戒指。你不是要掐我干嘛？唯一，我做噩梦了。你要成功了，你一定要成功。那些浪漫与疯狂是否变了样？我们随波逐流，却不敢生长。那些欢笑与哀伤在胸口滚烫。多久了，我仍怀念他的模样。孙老师好。哎，夏总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看了啊，这个故事背景呢设计在虚拟世界里啊，规避着这个穿越的风险，我觉得还是蛮有想法的啊。还行吧。这个故事的走向呢，还是蛮认可的。不过嘛，就是稍微短了点儿。宋老师，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详细的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呢？你们要多详细啊？就2、3万字吧。没问题，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，我回去就写。宋老师，您就这个几千字的大纲就想签合同了？那你们什么意思？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们这个剧啊，已经换了好几波编剧了。这个想签约的话呢，就您这个几千字的大纲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再怎么样也要3万字吧。还有啊，这个最好再给你们写几句剧本，好让你们能拿给平台看。平台要是认可了，给你们签约了呢，你们再跟我签约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那平台要是不认可呢？不认可就改呗。那我的劳动付出谁来买单呀？哎，这要是没改好，我饿死了谁管？那我付了钱，东西不过关，我的损失谁管呢？我觉得大家合作最基础的前提是信任吧。你作为一个制片人，如果对剧本这个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，你还拍什么戏啊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啊你？哎，宋老师，您先别生气，这个市场嘛，现在都这样，你也要为我们投资人考虑考虑嘛。那谁为我考虑啊？哎，
是你们看了我的东西，觉得我好才叫我来的，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们来的吧？我只不过是想签了合同，拿一点点定金回去能好安心创作，我没毛病啊。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就算是签约了，平台不认可，我也不会付钱给你的。行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你们换了好几波编剧都没改出好剧本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就是骗子！为什么我的这儿啊全都是黄色呀？朵拉，咱们今天画的是生日蛋糕，你的蛋糕怎么是绿色的呢？因为我喜欢绿色。咱们可以画黄色的奶油、褐色巧克力，或者是粉色的草莓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绿色蛋糕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朵拉画的是抹茶蛋糕，抹茶蛋糕是不是浅绿色的呀？我就喜欢绿色蛋糕，我就喜欢这个绿色。哎，朵拉，爸爸。哎，下课了，怎么了？朵拉爸爸，朵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不听讲还乱发脾气，把画纸也撕了。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吗？可能心情不好吧。怎么了，宝宝？爸爸，我想回家。课还没上完呢。爸爸，我不想上课，我不想画画。课是你自己选的，朵拉，不能半途而废吧？爸爸，那上完课你能带我去吃冰淇淋吗？好，上完课我带你去吃冰淇淋，不管。来，跟老师回去上课吧。骗子，一群道貌岸然的骗子！哎，电话里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，结果见了面之后，绝口不提这签约付款的事儿，就让我写这写那的。我说行，我给你们写，但是咱们是不是先把合同落了？你们先付一点钱，这也算是个诚意吧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知道人家老板说什么？说签了合同，平台不认可，我照样不付你钱。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后来，我找小峰，让他托朋友帮我摸一下这家公司的底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之前几波编剧都黄了。哎，他们是真干得出来呀！他们先跟人家编剧把合同签了，然后呢就拖着不付钱，哄人家编剧出东西。那编剧就想，我这合同都签了，付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，就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了。他们就拿这东西偷偷的去找熟悉的平台看，平台要是认了，他们就付款；平台要是不认，他们就耍赖，真不要脸！那你还要去跟他们谈？等了这么久，我好不容易等到个机会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群人不靠谱？明知道是个坑，我也得跳跳看呀！有多少人这一辈子连个机会都看不着，这就是现实。那既然这帮人这么坏，那我们就把稿子要回来，再看看别家。要回来？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存档？真要抄了你的创意，找谁都没辙。你说那些比我差了不是一星半点的人，怎么就能那么顺呢？哎，人家怎么就能飞黄腾达、平步青云？我怎么就见天的遇见骗子呢？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把我关注给取消了呀？我也没干什么得罪他老人家的事儿啊。朵拉爸爸，
你们家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怎么会这么问？我直说了哈，朵拉最近特别的消沉，上课不注意听讲，下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，还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，一点都没有以前活泼了。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得了自闭症可就不好了。这么严重？小孩子是最不会伪装自己情绪的，他开心就笑，委屈就哭。朵拉以前多开心啊，上课也非常的积极，和同学们也玩得特别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但是就最近这2周，他沉默寡言，闷闷不乐。朵拉爸爸，你千万要重视起来呀，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啊，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忽视的。老师您放心，这事儿回去我问问朵拉怎么回事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谢谢。现在的人急功近利，唯利是图，心浮气躁，没有人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艺术，这就是我们这些创作者的悲哀。可莹，我真的是有才华的，可是这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啊。要是是千里马，总会遇到伯乐的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什么是伯乐？伯乐就是能赏识你的人。他不仅得赏识我，还得真的惜才爱才，愿意真心的帮助我，那才叫伯乐，那才叫贵人呢。那这就需要资源和关系了。这几次欺骗下来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有资源和关系。所以啊，就算我再有本事，再有才，混不到那核心的圈子里去，干什么都白搭。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人呀，这就是症结所在呀。不是我吹，咱们但凡有个熟人能带我一下，我立马就能上道。可是他就是没有贵人我去给你煮碗面吧。朵拉，你今天上幼儿园开心吗？开心。那这个周末，爸爸带你去动物园吧。那妈妈去吗？妈妈可能去不了，她对动物那个毛发过敏。那奶奶可以去吗？奶奶可以叫上一起去。那我能不上美术班就去吗？这个呀，这个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。谢谢爸爸。爸爸，我们今天是回爷爷奶奶家吗？是呀。回爷爷奶奶家喽。你这么喜欢爷爷奶奶家呀？哎，朵拉，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画画呀？我喜欢画画。我说你也别在那窝着了，起来准备吃饭吧。不吃，没心情。可莹，你也开动脑子帮我想一想，深挖一下咱们这朋友圈，就真的没有能带我入圈的这高人贵人吗？咱们在北京最大的人脉就是姐姐姐夫，你说他俩，谁能带你入圈？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个文学圈的姐姐姐夫哎，呢？对了，我做家教那个学生的家长，他是个成功人士，看起来资源和人脉都很广的样子，不然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。是呢？
我什么时候吹过牛？对，我媳妇儿最厉害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帮我问问？我尽快吧。你现在有心情吃饭了吗？有，我来做，来，坐，请坐。老师啊，特意把我留下来跟我说这些。我也觉得朵拉最近不太对劲。思宁，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这些压力？我觉得孩子吧，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排得太满了，从上午到下午自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啊，就是把他的画画班停了，行不行？画画可是他自己选的呀。他不是为了迎合你吗？小孩子嘛，全都是三心二意的，没有定性。那作为我们家长呢，就应该教他什么叫耐心，什么叫坚持，什么叫毅力。哦，他一闹就妥协，那是不是他再闹一闹的话，我们的舞蹈啊、钢琴啊就全部上了？你培养孩子吧，你得找他的心之所在，那是强迫他，他也学不好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谁与生俱来爱上班呀？啊，不都想在家待着吃喝玩乐吗？那可能吗？就像宋唯一那样的，我爸宠着他，是不是？啊，说不愿意学，喜欢写作，那就写吧。结果一事无成。他现在能把他的兴趣当成工作吗？那你也不能把压力施加在一个5岁孩子的身上吧？行，他要是不愿意去上美术课呢，我可以给他请假。但是我觉得动物园就不要去了。那去哪儿？看画展。画展？哎呦，那我都不喜欢看。你觉得朵拉喜欢看吗？不是成人的画展，是儿童画展。所以呢？朵拉她不是不喜欢画画吗？那就带她多看看，激发激发她的艺术细胞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思宁，你就不能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吗？怎么就不快乐了呢？反正我觉得都是玩，要玩就应该玩点有意义的。啊，西瓜汁，朵拉最喜欢的西瓜汁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妈妈，这是什么？牙齿。牙齿不好好刷牙，是不是就会有坏的牙齿？啊？哎呀，你看看呀，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真的画的都太好了。好，画得好。朵拉，哎呀，你看这幅画，它用的颜色多漂亮呀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朵拉也可以用很漂亮的颜色，将来把画画出来，是不是？真棒！走。不要攀比，不要攀比，人比人比死人。你忘了土豪家那女儿了？你少跟我在这抬杠。妈妈，你看汪汪队，哇，这是朵拉最喜欢的汪汪队啦，是不是？刘子健6岁，哇，这个小哥哥只比你大1岁哦。你看他画的好不好？小哥哥好厉害哟！是的，那咱们要不要跟小哥哥学呢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我也要画汪汪队，挂在这里给大家看。太棒了，宝贝！给你鼓掌，爸爸。太棒了，宝贝，给你鼓掌。朵拉真棒，那我们再去看看别的，走吧。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陆可盈在吗？哦，可盈啊，他去忙了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您可以坐那边沙发上等他一下。行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可盈，那有个帅哥找你。哦，那是我老公，男朋友啊，挺帅啊。唯一，可盈，
你今天是来接我下班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是在家待的都快长了，我就来看看你工作环境怎么样。不错呀，哎，不愧是什么国内领先的综合性保险经纪公司，我老姐就是靠谱啊。可是我还有一会儿才下班呢，你得等我会儿。没事，我等你。我们晚上要不要约上姐姐一起吃个饭？算了，叫我姐，她又该唠叨我。那我不能陪你太久了，我得去工作了啊。哎，可以啊。那个上次说的赵总，这事儿你说了吗？哦，这哪有这么快啊？我周五才给子熙上课呢。哦，明白明白，我就有点着急问问。理解理解。那我忙去了，你乖乖等我会儿。好，去吧。知道了，什么都带了。同学们，我们下周呀会有一个美术比赛，是咱们辅导中心和其他3家中心的美术班联合的友谊赛，赢了可有大奖哦！大家都想不想参加呀？想。好，那老师现在给你们发报名表。朵拉呀，这次一定要用心画。哦。我们下课了，大家可以出去找爸爸妈妈啦。慢点跑，拿好东西啊。哎，各位家长稍等一下，我给大家说个事儿。我要尿尿。啊。憋不住了。啊，好，走。就是我们拿的这个表格呀，是下周孩子们要参加的比赛，拿好了别丢了，千万啊。然后看一下上面的内容写了。爸爸，我下周不想上课。为什么呀？我为什么就是不想上课？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，课还是要上的。就一次嘛，求求你了。爸爸同意没有用，这事得求妈妈。不错，子熙很有进步。啊，我去跟你爸爸约一下你下次上课的时间啊。嗯。这地儿可真难找，怎么找这么个破地儿学习啊？妈，陆老师要跟你约下周上课的时间。啊，子熙妈妈好。你就是陆老师啊？我们家子熙说你课教的不错。还好。我们子熙平时都是在艺术宫上私教课，这不马上要钢琴考级了吗？所以又请了家教，你就多费心吧。应该的。那我们下周是？下周我们时间不确定，到时候微信告知你。哦，好。陆老师，我临时出差，就拜托子熙妈妈来接她。先生，数据已经恢复好了。维野，电脑怎么了？给他50块钱。哦。二维码可以吗？可以。好了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怎么了？我最近烦，今天上午一怒之下，把我写的东西都给他删了。为什么呀？不能发表的东西都是垃圾，留着它有什么用？你这也太极端了吧！哎呦，所以我这不是后悔了吗？我这就花钱找人来给我恢复硬盘数据。你这不是抽风了吗？也许吧，再这么无所事事的待下去，
我可能就得憋疯了。文艺啊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你看你现在都颓成什么样了？那个昔日那个风流大才子都上哪儿去了？这个样子，我看着都难过。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呀。可阳，你之前不是说帮我找资源吗？2礼拜了，找着了吗？啊，我想找的人就是我兼职当家教那个孩子的父亲，但是我1周只上1次课，这次是他妈妈来接的，我就没有见到。下次我尽快啊。明日复明日，万事成蹉跎呀。得了，我们去画画班喽。爸爸，我肚子疼。什么？肚子疼？哪儿？这儿疼。这儿吗？就这儿疼。你是胀痛还是那种针扎的痛？不知道，就是肚子疼。昨天晚上西瓜可能吃坏了。来，宝宝，下班拉臭臭。先坐会儿，先坐会儿。哎呀，肚子怎么就疼了呢？还不去上课呀？他说他肚子疼。你肚子疼吗，宝贝？妈妈，我肚子好疼呀！真的呀？不热呀？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吧，好不好？我不要打针。好，你这样，你应该拿个毯子让他躺会儿，如果他下午还疼，我们就去医院。好吧？啊，来，我们躺会儿。哎呀，宝宝肚子疼了。爸爸，我想看会儿电视。好啊，来看电视。不是不舒服吗？怎么还看电视啊？转移注意力。哎呀，爸爸给你倒点热水去啊。哎呀，只能看一小会儿哦。好。你真的肚子疼吗？这事还能有假呀？你这话说的，像个当妈说的话吗？那你看着他吧，我去买菜。喂，王老师，朵拉妈妈，朵拉今天什么情况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朵拉今天病了。那你们倒是给我来个电话呀。不好意思啊，王老师，我这一忙就给忘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钱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不是这个事儿，今天呀是3校联合美术友谊赛，全班小朋友都参加了，就你们朵拉没来。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回头别的小朋友都有奖品，朵拉没有，我怕她到时候心里不舒服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王老师。谢谢您啊。只能看一小会儿哦。好。李佳怡，妈妈，你跟谁学的撒谎骗人？你是肚子疼吗？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？怎么了？什么画画比赛？妈妈不想画画，我画的不好，小朋友们会笑我的。那你就可以撒谎骗我们吗？妈妈，我错了。你是真的没病啊？今天？爸爸，我错了，你别骂我。嗨，你吓死我了，宝贝儿，没有生病就行。李俊龙，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呀？啊，你女儿撒谎你还挺美是吧？她今天为什么撒谎骗人呀？
他不喜欢画画，是你非逼着他给他的压力呀。他可以直接跟我说呀，他没有必要骗我呀。他跟你说过，直接的、间接的，您听了吗？他才多大？他才5岁啊，这么小就撒谎，长大了还了得？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反思反思自己？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已经反思过了，都是因为你骄纵惯着。啊，你反思，这是每天反复思考别人的问题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李俊龙，就你这样袒护朵拉，朵拉将来就毁在你手里。宋思年，先毁在你手里。你们别吵了，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？他要是真不爱上的话，就别上了。思年，今天你别怪我态度不好，孩子不想上，我就是心疼咱家自己不远。走啊！你跟妈妈说，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美术班？那好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咱们就不上了，好吗？谢谢妈妈。朵拉，妈妈跟你说，你不能撒谎。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老老实实的跟爸爸妈妈说，爸爸妈妈都能原谅你。你要是撒谎了，我们就不喜欢你了。听明白了吗？爸爸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。不哭了。但是朵拉，妈妈跟你说，美术班咱们可以不上，但是其他的课外课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它上完，好吗？哦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喂，陆老师。啊，喂，赵总，你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，我想请您吃个饭。陆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下飞机，有点累了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那您先休息。好，再见。真的太尴尬了，冒冒失失就给人打电话。可阳，哎，没事吧你？没事啊。都下班了，你发什么呆呢？马上就走啊。喂，赵总。陆老师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。我要去老地方吃饭，要不一起？好啊。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唯一啊，我去跟朋友吃个饭，你乖乖在家里待着，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。
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那个有点堵车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您在飞机上没有吃饭吗？我从来不吃飞机上的食物的。这不刚下了飞机，到公司处理了一点事儿，肚子就饿了，寻思自己吃也是吃，就把你叫上了。嗯，一个人吃饭确实挺无聊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？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，说吧。这么说吧，赵总，您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段位最高的。千万别这么说。其实上次我就想问您了，可是因为子熙在，我就没好意思开口。具体什么事儿啊？赵总，您认识文学圈的人吗？文学圈？能不能再具体一点？就是出版小说或是需要网文作者的公司。你帮谁问啊？朋友。那一定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你这么用心帮他，是吧？我记忆里面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不过我帮你发一个朋友圈问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那会不会太麻烦您啊？那倒不至于。这样，到时候我帮你问到了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好，那就真的太感激您了。别那么早谢我，我还不一定能帮上忙呢。您能够答应帮忙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恩了。不是说了吗？朋友之间不应该这么客气的。好了，事儿说完了，上楼吃饭吧。那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。我的主场我来买单，下次你带我去你的主场。哦，那咱们说定了，下次一定要让我请。好。今天的西湖醋鱼真好吃啊！那是他们家的招牌菜，咱们下次来还点啊。今天我送你啊。还是不让我送你？我已经打好车了。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没有绅士风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陆老师。您叫我可盈就行。好，可盈。我自己觉得呢，我不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拒绝我送你？好，那陆老师再见。啊，那我们再见。先走了。唯一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昔日月之清，天地之华，填饱我的肚子。饭呢？对不起啊，唯一，我给忘了，我这就给你煮碗面去啊。哎呦我天！哎，你不给我带，你早说呀！我自己就长了，我眼巴巴等到现在。哎呀，我今天聊事情聊得太投入了，我给忘了。跟谁呀？聊什么啊？哎，就是那个，要给你介绍资源的赵总。哪个赵总啊？我学生子熙的爸爸，云海基金的合伙人赵总。哦。聊怎么样啊？哦，他已经答应帮忙了。他文学圈有熟人？他说帮忙问问。靠谱吗？哎，你没见过那个人，他看起来就特别稳重，感觉特别靠谱。看看啊，云海基金哈。哎呦我天，大公司啊！哎，你刚才说他是这公司什么人？合伙人兼项目总监。他是你学生的爸爸。对呀，他那个女儿啊，古灵精怪的，换了好多老师，只有我能教得了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媳妇儿，这层关系你可一定得维护好啊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你现在不生气了吧？不生气。吃面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接着打坐吧，继续吸吸精华，填饱肚子啊，甜一点，垫一下垫一下，我给你弄。给我煮面，谁还新鲜你是精华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来吧。
哎，老公。林老师来电话，朵拉在幼儿园把西西打了。什么？林老师叫我们马上去一趟呢。好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李佳怡，你说吧，为什么要打同学？谁叫他招着我的？你还说？你看，你跟朵拉不是好朋友吗？哎，林老师，这是咋回事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本来西西和朵拉玩的最要好了，但是最近吧，朵拉她不爱说话，下了课也不愿和同学一起玩。今天西西非要跟他一起玩，朵拉不乐意，他就去拽他，朵拉回身就把他给推倒了。哎呀，西西，不好意思啊，朵拉不是故意的，她也没有摔伤啊。没事儿，小朋友啊，这打打闹闹的不是正常吗？朵拉，你跟西西道歉。我不要。你把人都推倒了，你为什么不道歉呀？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，你老吼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，没礼貌了。啊，西西是你同学不？是你好朋友不？你把人推倒了，人都哭了，你能不赔礼道歉吗？以后还是不是同学了？不能这样的，小孩啊，赶紧跟人说对不起，赶紧跟人赔礼道歉，赔礼道歉。西西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哎，这就好了。没事儿，他们都是好朋友。对，以后不能这样，听见没？那我们先走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儿。西西乖啊，对不起，西西乖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林老师，我们家朵拉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还想问你呢。上次我就跟你说她情绪不高，你回去调查了没有啊？我调查了呀，我们家又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人招惹他呀。那不可能啊，小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闹情绪的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他不舒服了，他又不会表达。哎，会不会是他妈妈报了他不喜欢的辅导班造成的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儿童心理专家问问？朵拉妈妈，朵拉爸爸，那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谢谢你啊，林老师。这是有点问题呀。上车。我要上爸爸车。上谁的车不一样？快，来宝贝，上车。我就要上爸爸车，我还要回奶奶家。朵拉，爸爸今天有点事儿，能不能坐妈妈车去奶奶家，好不好？我要爸爸开车送我回奶奶家。李佳怡，爸爸要去工作啊，你跟妈妈一起回去，妈妈送你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李佳怡，你不要任性好吗？算了吧，我送他吧，反正也没绕什么路。来，这不是绕不绕路的问题，是你女儿现在太任性了。哎呦，她现在的任性不都是被你逼的吗？我逼她什么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不想跟你在一起，都是因为你给她压力太大了嘛。哎呀，李俊龙，我怎么给她压力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不就是给她报了点课外班吗？他们班哪个小朋友不上课外班？怎么就她特殊呢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你说清楚。我去问问他，行了吧？你真的知道朵拉她喜欢什么吗？你知道她上课爱听什么吗？你只是逼她上课和学习，而不是陪她上课和学习。你要学会引导她，让朵拉知道，哎，我学这些东西呢很好玩，或者呢，你开发她，看她喜欢什么，加以培养。陪伴是用心的，教育不能走形式啊。我没觉得我走形式啊，我真的是在引导她，让她有兴趣。可是我觉得她就是不喜欢。思宁，图图说这个呢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你看你每天上班，只有周末才陪孩子，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变化的，这个我可是很有发言权的。
我们可以呢把孩子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。你不能觉得朵拉小你就不尊重她的想法，你不能认为啊我是你的父母，我赋予了你生命，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。那假如现在你妈妈回来安排你的生活，你会听吗？我是大人啊，朵拉每一天都在长大啊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呀，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但是冷静过后呢，问题由第三方嘴说出来，哎，反而能更好的直视自己的问题。思宁，你记得吗？你以前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妈妈如何强势，如何不尊重你自己的意愿。你考到北京，不就是为了脱离她对你的管束吗？可是如今，你好像变成了你妈妈的样子，你最不喜欢的样子。你应该也不希望以后朵拉长大，在背后也这样说你吧？哎，你好，哪位？ Hello， 俊龙，我是涂月。哎，涂月啊，你说孩子吧，周一到周五上课，就剩下周六周日。周六早上孩子跳舞，下午英文；礼拜天上午画画，下午弹琴。那大人上1周的班也挺累，想睡个懒觉，那何况是个孩子呢？是不是？是，你心疼孩子无可厚非，但是你想想，咱们的童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思宁只是不想朵拉落后于其他的孩子，难道你觉得她会害孩子？我倒没那么说，那教育孩子嘛，因材施教。我们家朵拉吧，她生性好动，你非得让她去画画啊、弹琴啊，她不是这块料。思宁有时候啊，脾气是有一点霸道，我说过她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还不是你宠的。思宁在我们面前可没少说你好话，那可是句句夸赞，都快把你形容的完美无缺了。可是会撒糖哄我们这群单身女青年。思宁的脾气吧，是属于你当时跟她硬顶，她指定听不进去。朵拉的事呢，你有想法，慢慢的沟通，我觉得吧，思宁她能理解的。豆豆，今天麻烦你了啊，谢谢。哎，不麻烦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应该的。回头啊，你介绍好亮亮，咱一起吃饭吧。好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是你啊？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为这些小事生气，不值得。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俊龙啊，哎呀，这儿不好打车，能搭个顺风车吗？你去哪？皇朝会所。你把定位发给我。好，走。到了，就是这儿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拜拜。拜。拜拜。哎，拜拜。那你怎么也不跟进去看看呀？哎呦，就我兜里这钱儿都不够入会费。看来这个丫头是真交男朋友了哈。而且巨有钱，而且吧，肯定比涂月大很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想啊，涂月这姐们儿为人爽快、热心肠、不粘人，这个特点啊，特别招老男人喜欢。去你的！老婆，干嘛？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这个周末呢，我要去趟石家庄。我准备在那儿住一宿。为什么？我想给你跟朵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，缓和你们的关系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吧，都应该反思自己。你觉得？是，我太苛刻，你太包容。不，你挺好的，你就是缺少一点耐心。
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啊，那她肯定跟爸爸亲啊。如果他是一个男孩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会跟我亲的。是，那这样，咱生个男孩呗。生你个头，这一个还没教育好呢。如果再生一个的话，万一再教育不好怎么办？怎么就教育不好了呢？我们朵拉比谁差？那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。我要求高一点没有错。现在竞争多厉害呀！那社会上不是留学就是海归。还有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，博士后都已经不稀奇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一个女孩子将来走向社会，她没有一点技能，怎么跟别人去竞争？你也想得太远了。那我是她妈呀，我为她多想点没有错。哎呦，老婆，女人何苦为难女孩嘛？行，我知道，我会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，我也总结我自己的经验，行不行？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，对吧？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，我只看看不决定 ，OK？ 老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。喂，喂，可盈，你让我帮你找的资源我找到了，真的？不过不是文学圈，是影视圈。影视？他们现在想找一个编剧。要编剧啊？哎，他们很靠谱的，做了很多大的戏。要不这样吧，具体情况你们见面聊一聊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叫他张总就行，然后说是我的朋友就 OK 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赵总，您真的太靠谱了。别这么客气，啊，挂了。陆可盈，给谁发信息呢？没有啊。没有，老公吧？上班期间禁止发信息撒狗粮。哎，唯一，我已经加了张总的微信了，我看过他的朋友圈，里面全是跟大导演、大明星的合作。如果不是赵总他朋友是这次他们的投资人，我们根本就跟那边搭不上关系的。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见面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听见了。那你倒是给个反应啊！可盈，你说咱们这么纯靠关系去巴结人家，靠谱吗？不是你说的要尽可能的多找资源、多拢关系吗？我这给你找到资源了，你又说这样的话，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我就是突然觉得，咱这么纯靠关系，有点底气不足。那你是对我找的这个资源觉得不放心，还是对你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啊？哎呀，我又没说不去，我这不是怕人家看不起咱，给咱脸色看吗？你也知道我这人最敏感，就怕别人给脸色看。哎，我觉得不会的，我跟这个张总聊了几句，他人挺客气的。行，那就去，反正碰了这么多次壁，也不差多撞这一回了。唯一，你是不是被拒多了，都没有自信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有自信就好啊！我再跟他联系联系，定一下时间。张总，听说您的戏已经开机了。对啊，杰森·伍听说过吧？当然听过了，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。哦。不过舞蹈呢，对我们这个剧本呢不是太满意，所以我们就想请一位跟组的编剧啊，
边拍边写。赵总就向我推荐了小宋老师。那这个推理悬疑剧我很擅长的。是吗？啊。哎，张总，如果能用它的话，您电影上映的时候能给署名吗？那必须的，不过得署在原作编剧的后面。哦，没问题，只要能给我署名就成。是啊，不过我这儿有个小问题啊。我们的编剧预算不是太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舞蹈的戏嘛，主要就是去学习实践的。小宋老师，如果您抓住这次学习的机会，今后的发展，驴车变火箭，好梦近在眼前。啊，我们不计较报酬，有就行。对对对，只要能给我署名就行。行，爽快人啊！因为我们戏已经开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看看小宋老师最快什么时候能够进组。我什么时候都行啊，看您这边的时间。要不我现在就给您进组。小宋老师，你也太爽快了啊！这样吧，我安排一下，明天我派车来接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哎，张总，那我们的合同和定金呢？按规矩来，进组之后签合同，合同一签就付定金，好吧？我还有事儿啊，合作愉快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明天见啊！哎，明天见。您慢走。哎。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嘿嘿嘿！哎呀，我开心啊！憋了这么久，终于看见曙光了。那唯一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。你放心吧，媳妇儿，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。今天我请你吃大餐。那我们吃火锅。走着。走。哎，你快别臭美了，过来看看都还缺什么？我把电脑还有换洗衣物都给你装进去了。哎呀，离得又不远，缺什么东西随时回来取呗。那多麻烦呀！哎，把这个放进去。媳妇儿，这次你老公我呢，也算是正式踏上前线了。嗯，那你不得给我点鼓励什么的？来吧。人家到了，我得赶紧。哦，那你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我保证每天都视频，好不好？不准搭讪女演员。我进剧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俩结婚证贴我脑门上。用作微信头像就更好了。还是你狠。行，来抱抱。来抱抱。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行，我走了啊。嗯。喂。哎，喂，赵总，我是陆可盈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朋友进组了，我想请您吃饭，谢谢您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周都特别忙，我们再约吧。啊，好，好，您忙，我们再约。你好，是陆小姐吗？哦，是我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刚才开会，不好意思啊。知道你忙，等你空了联系我，随时都行。好的，一定。哟，谁呀？笑这么开心？男朋友？没有。吃饭去了。
久没牵你的手，聊聊从前和以后，多久没互相问候，去感受你的感受，拥抱了多久，路走了多久，疲惫的双眸不知为何泪流，那些浪漫与疯狂是否变了样？我们只顾奔跑，忘了回头望。那些欢笑与哀伤，终究被原谅。回忆留一些美好，写进时光。喂，是我。赵总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合作嘛，合得来就做，合不来就散，本身就不是强求的事儿。我不是来问责的，我是想说，我今天休息。那不是要一起吃饭吗？啊，好啊好啊，那还是去之前那家餐厅吗？我胃有点不舒服，不太想出门了。可盈，你介意来我家吃吗？排骨焯水，葱段、姜片、花椒少许。来了。张总，请进。可盈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理解理解我呢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就知道说我，还搬出去住，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？不行，我得把话说清楚。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呢。我才没想到呢，你还会煲汤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代人啊，大多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，家庭呢都比较普通，一个人生活惯了，多少都会做两个菜。而你们现在的小孩，家里面都比较富裕，
父母呢又宠得不得了。你说这要会做菜，才奇怪呢。我呀也是生活所迫，来了北京才学的。哎，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讲出一堆道理来？很无聊吗？也没有，挺逗的。哎，你汤是不是快好了？先生您好，住店吗？陆可盈住哪屋？先生，你找谁啊？这姑娘是不是住你们这儿？我们酒店住的人很多，我们没印象。他发的朋友圈就是住在你们这儿。住哪屋？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。她是我老婆。那您可以叫她下来接您呀。我们俩吵架了。那我就无能为力了。你告诉我她住哪屋，我得跟她把话说清楚啊。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她是我老婆，她是我老婆，有什么好隐私的？那您叫她下来接您呀。我们俩吵架了，要不我能问你吗？哎呦，你这人。那我就无能为力了。这样，你把她房号告诉我，我得带她回家呀。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。我说你这人是我复读机啊！先生，请您说话放文明些。行，你行啊，你不说是吧？我自己挨个敲门。啊，先生，你不能这样。可盈，你这样会影响其他客人的。你别转。我就只会做这几个菜，都比较清淡啊。来，尝一尝。好，你尝尝我煲的汤吧。好。不错呀。赵总，上次那个事情真的很抱歉。哎呀，这事情的原委呢，张总都跟我说了。不过你这个朋友啊，太不靠谱。他就是死要面子。可盈，我能不能问问，这个叫孙唯一的人，是你男朋友吗？我就猜着是。我替他跟您说声对不起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都说了，合作嘛，合得来就做，合不来就散。我是个生意人，什么都要讲究成本的。是，这次在孙唯一身上折了面子，但是谁让我乐意帮忙呢？对吧？就算是投资失败了。赵总，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，以后要是有机会，一定还你。好，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赵总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您觉得什么是爱情？哎呀，这个话题，爱情嘛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但不是生活的必需品。换言之，生活里如果没有了爱情，人照样可以活着。所以，我会去谈恋爱，但是我不会沉浸在恋爱之中。那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您上一段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呢？以前啊，我总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事业、婚姻都经营好，都驾驭好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对合适的人。
所以完败。后来我学会了风险评估，步步为营，因为我不能再让我的人生走错任何的一步，因为失败的代价真的太大了，而且我也不想总是输，对吧？哦，那你之后就没有再输过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但至少是赢多输少。去。喂，哪位？派出所。临近派出所有瘾吗？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，以后就别给我打电话，别让我帮你出来。喝了点酒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喝酒了。克阳，我是因为你才进去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害你进的派出所是吗？我不是那意思。哪样对我这态度？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？去买束花送你吗？不是，你看，要不是因为你离家出走，我也不能喝酒。我要不喝酒，我也不会进派出所。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行了吧？对不起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姐，这就是我搬出去的理由。您说句公道话，他是不是太气人了？你就是因为这个进的派出所？但是他说的也不是全部真相。别人就说了他几句，他就觉得没面子了。打架进派出所，你就觉得有面子了？害得我跟你姐夫大老远的去捞你，你就觉得有面子了？你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。人家用你成，你学到东西；不成也属于正常的。怎么这面子就这么重要呢？你要是觉得面子重要，那你就应该在家，大学毕业之后好好的找份工作，然后把你的老婆照顾好。你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儿，现在让你老婆跟着你一起住地下室，没水没电的，还得让你老婆挣钱养你，你就觉得有面子了？差不多得了啊！什么意思呀？不爱听啊？对啊，我就是不爱听。那你有能耐，别让人说你呀！你有能耐，你别进派出所呀！别让我跟你姐夫去捞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为了把你保出来，我花了多少钱？你把人家女孩给推倒了，人家就说摔伤了，张口就要1万块钱。我是赔礼道歉，好话说尽，人家才降到了5000。宋大少爷，你可真有面子呀！你面子可真贵呀！你够了，宋司令，你少说两句，你怎么管这么宽呢？你又不是我亲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又不是我亲姐，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啊，有毛病吗你？所以，疯了吧？我们来北京，要不是姐姐姐夫，我们早睡马路了。给姐姐道歉。立马道歉，不然我跟你离婚！姐，你就当我是酒还没醒，我说的都是胡话。我混蛋，我错了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呗。哎，都在。这是怎么了？又唱哪一出了？姐夫，你不会说话惹我姐生气了吧？
思明，都是亲姐弟啊，没有隔夜仇啊，不气不气。亲姐弟。姐，我姨她喝多了酒乱说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生气了。哎呦，你说都是一家人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这样，晚上吃饺子，谁都别走了。文英，你跟思宁去买点菜吧啊！你跟我后面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吧。我发现你发起脾气来也挺吓人的。姐，我姨这太气人了，让您见笑了。会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你别笑我，我没笑你，我就是觉得关键的时刻你还是能够镇得住我这个不靠谱的弟弟的。有你在他身边呢，他最起码将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挺好的。本来背着父母闪婚来北京，我是想混成大哥的女人，没想到现在混成了别人的大哥。哎，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是变化好大呀。有吗？变胖了还是变老了？是变成熟了。哎呦，来，吃饺子了啊！姐夫，你辛苦了。哎，可以啊。先给姐姐讲。姐，你别生气了呗。再来一个。姐夫，加点醋呢，好吧？可言啊，你跟唯一分居了。你怎么还能跟姐夫告状呢？我不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家，我没办法才请个外援吗？是这样的啊，夫妻之间嘛，吵架正常的，床头吵完床尾就和了，但离家出走这事儿啊，真不行。你那个快捷酒店吧，又不卫生，还要花钱。你这样，你给姐夫一个面子啊，搬回家住，好不好？唯一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死要面子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！你下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，啊？对呀，你让唯一给你立个保证。你给我写个保证书，按手印的那种。我写，咱回家我就写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。你看，唯一都保证了，啊，雨过天晴了，雨过天晴啊。回家呗。好吧，那吃完饭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。好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来，谢谢姐夫。来，姐姐，你吃。姐，你别生气了。赶紧吃饭。什么玩意儿？根本就没事，就是想讹钱，我推都没推他，他就倒那儿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5000块钱是你喝酒闹事付出的代价，等于说我们现在又欠姐姐姐夫5000块钱，外加一个大人情。宋唯一，你做事能不能先考虑考虑成本？成本？你一拳打没尾款，喝酒闹事被罚走5000，这些都是成本啊！你又不会总结，只会抱怨。你但凡做事能稍微成熟一点，你现在也不至于在这儿给我抱怨这抱怨那了。不是，我怎么了我？我去找你，我有错吗？我不想听你抱怨了，我洗澡去。成本？遇见性，跟
跟谁学的呀？老公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可盈把我吓着了。怎么了？发火了呗？这可盈这性子还能发火呀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估计他发起火来呀，宋唯一都不是他对手。哟，那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。说什么呢你？话糙理不糙了。哎呀，我就记得当时他们两个人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可盈说话的时候脸都会红，一直躲在唯一的后面，感觉唯一啊就是他的天。现在呢？现在，可盈才是唯一的唯一。所以说嘛，哎呀，女人要是成熟起来呀，真是没有一个男人招架得住。其实我挺为他们俩担心的。难道他俩还能离婚不成？如果唯一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看选。哟，你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？还是可盈自己也透话了呀？直觉。直觉？女人的直觉太可怕了，可怕就可怕在这些直觉往往都是准确的呢。你怎么那么贫啊？哎呦，老婆啊，生活本来就很苦闷了，你不自己自娱自乐，哎呀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希望唯一可以快一点成熟起来。对，成熟起来。宋总。这是中了个大标。到，说一说。陈总成功拿下了咱们业务部最为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单子，据说保险金额超300亿。这可是个大单呀，调水工程。哼，那他们今年的业绩不用愁了。他们今年先进集体奖、年终奖都稳拿了。是啊。宋总。陈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，说要开香槟庆祝。哦，好，我放了包就去。好。前段时间那个夜店照片的事件，真的是让我说有多被动就有多被动，连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。还好，一鼓作气拿下了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项目，这个大单确实是让我扬眉吐气。来。恭喜姐。那现在是不是在背后传你闲话的人都该闭嘴了？那帮人怎么可能闭嘴？他们只不过是当着你的面说，或者是背着你的面说。不过嘴长他们脸上，爱说不说，只要不被姐听见就可以了。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不招人妒，就是庸才。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低调一点。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算是我愿意偃旗息鼓，他们也未必愿意和我握手言和，对吧？所以就一定要高调到底。我就喜欢那种，就是他们又看不惯我，可是又干不掉我的那种嫉妒的眼神。霸气，来，霸气，必须的。这次啊，业务部在陈总的带领下，一举拿下了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大单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啊！陈总和所有的员工，你们都辛苦了，我们掌声致意。同时呢，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事要以业务部作为榜样，加油！散会。怎么样？哎，厉害厉害！谢谢董事的鼓励。这次能够中标这么有影响的大项目，既展现了公司的实力，也体现了咱们的团队精神。
可喜可贺啊！后续呢，一定要把服务工作做好。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啊！行，放心吧。不过我的成功也少不了各位董事的支持与鼓励。罗总已经第一时间致电慰问了。啊，那太感谢了，帮我转达我的谢意吧。谢谢各位董事啊。恭喜啊！看看什么叫柳暗花明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教学嘛。我早就看明白了。唉，你也别着急，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扬眉吐气的。关于那个副总的事儿，哎，是我连累你的。怎么会呢？我根本就没那么想。算我欠你一个交代。你放心，我都记心里了啊。姐，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你说，能不能让你们家关总提携我们家俊龙啊？他最近融资遇到点麻烦。行，去我办公室说去。小金，查一下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。那我就订2个人的位子了。那你说呢？你跟我说的就这个事儿啊？所以我希望关总能帮帮忙。这事儿吧，如果让关真直接投钱，那不太现实。不过让他给你介绍点资源，那是很简单的事儿。有资源就行，其他的我可以帮他公关。你说你这媳妇儿当的简直是没治了。我要是个男的，我准和你家李俊龙一起来抢你。你要是个男的，我就胜负你。你少来了，到时候你还不一定舍得你家李俊龙呢。喂，在你们公司附近谈事儿呢，中午一块吃个饭。就咱俩吗？咱俩不能一起吃饭吗？不是不能吃饭，不过关真，你想想，你说咱俩到底有多久没有在一起吃过午饭了？你这突然的盛情邀请，我可是受宠若惊呢。夫妻2个人一起吃个饭呢，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啊？你就说吃还是不吃吧？吃啊！今天姐正好心情好，我买单。你让小金直接把地址发给小钱吧，就这样。也是太巧了，说到他就来电话。关总约你吃饭不是好事吗？你干嘛那么说人家？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饭了，我这不是抱怨一下吗？那也不能全怪他呀，你也是个工作狂。我这不是答应他了吗？但是我觉得你说话可以再温柔一点。温柔？姐不会。行了，差不多到12点了，那我先去吧。哎，那我们家傻龙的事就拜托你了啊。放心吧，一定的。走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们去吧。你看上去心情不错。今天签了个大单。恭喜。那你呢？是在附近谈事儿吗？对，谈事儿。我回公司了啊。哦，我也回公司开个会。那电话吧。叔叔，买朵花送给姐姐吧。我不要了。叔叔，姐姐这么漂亮，就送1支嘛。多钱1支啊？不贵，10元1支。我全要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叔叔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没事儿，多的都是小费。谢谢叔叔，叔叔真好。
叔再见。送给你。怎么突然想着送给我花了？喜欢。行吧，那我就收下吧。哎，你说如果我们俩一结婚就要孩子，会不会也这么大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等于我没说啊，就当我说了个梦话。你说的说了，能当你没说吗？不过，说真的，你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？我就在想，如果等我们都老了，总得有个人照应吧。有时候看着别人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哎呀，我就那感觉真挺好的。陈总好。陈总，陈总，电梯开了。哦。难道女人过了40再生孩子真的那么危险吗？唉，话说回来，怀孕到底是个什么滋味？我想问一下，这怀孕是什么感觉啊？你有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好奇问一下。哦，你打算给关老板生完啦？我要不要生小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这态度怎么180度大转弯啊？这人闲极无聊，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人生，不行啊？祝你成功。哎，不过跟你说实在的啊，就是刚才吧，老关看见那个卖花小女孩那个眼神啊，真的是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父爱。我看着他那样吧，说实在的还挺心疼的。哎，你说老关都50了啊，他还一个孩子都没有，并且还那么有钱。作为一个丈夫提出想要一个小孩，其实也不算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反正我就只生不养，你觉得呢？哪儿呢？3点有约吗？好，那我4点过来，待会儿见。你真的做好了生孩子的准备吗？你真的做好了把你的工作强度降低？你真的能把你的业务交给别人或者分配给别人？你甘心吗？其实我觉得，能和心爱的人孕育一个宝宝是件很幸福的事情，真的。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慢慢的成长，他的第一次哭，第一次笑，第一次翻身，第一次蹬腿，第一次喊你妈妈，都是特别珍贵的回忆。哎，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呢打击我，一会儿又说这些好听的，我倒是愿意听听你刚才那些吓唬我的事儿。不管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，我觉得你跟关总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，因为你们2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。但是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们想要孩子，就要先去做体检，然后2个人都要降低工作强度，
最重要的是，你要从现在开始服用叶酸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刚才那番话吧，我已经打退堂鼓了，你还让我做什么准备？我告诉你，顺其自然，能生就生，不能生拉倒。如果我做太多准备的话，我这个人有可能到时候反而会失去勇气。支持。融资越来越难了，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。万一公司破产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老关，下班早点回家，有事儿说。百年不遇，他叫我早回家，能有什么事儿？1个小时以后回来接我。好。今天发工资了，买个衣服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。艾军跟我说你表现得特别好，优秀。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，生怕自己做不好。不过现在也算是习惯了，挺好的。你最近和唯一没有再吵架吧？自从上次骂了他，他最近也还算乖。其实唯一有的时候挺让我头疼的，我是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。姐，你可是他亲姐，宋一这个人就是不太懂事儿，你可该管还是得管，千万别客气。我知道。反正我现在也在帮他问着文学圈的事儿，只是这方面的资源我实在是太少了。你说，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觉得他还是个王者，怎么来了北京就秒变青铜了？也许他现在还在升级阶段吧。带我去看一下。怎么了？风格变了？总要尝试换换风格吗？服务员，给我找件 S。好的。这件就是 S 码，您可以试试。试一件在这边。这件衣服不便宜啊，小心后半个月吃土。可盈最近的变化真挺大的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你穿成这样，我有点情不自禁嘛。好看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吧，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打扮。我又不是穿给你看的。干嘛？你不是穿给我看的，你要穿给谁看？哎呀，你别碰我！你干嘛？换一件新衣服还不让我碰了？你现在是不是除了打游戏，脑子里就只想着这件事了？我有什么事儿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姐今天跟我逛街的时候还在为你着急呢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找工作呀？我不是已经投简历了吗？等回复呢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真要穿这个去上班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又不是花你钱买的。
哎，我说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大？怎么了最近，动不动就发火？哎，你说姐这身材吧，这么多年都没有走样。说实话，那也得归功于没有生孩子。哎，待会儿她回来怎么跟她说呢？老关，咱俩回屋造小孩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老公，今天晚上回我屋睡呗。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呀，那我怎么回答？唉，是真是醉了。你说我让自个儿老公回屋睡个觉，怎么就这么纠结啊？关总好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关总，陈总说了，您回来我要大声喊，通知他。来，知道了。